去，不要太在意，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。哦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。哦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。哦，只要有你一同经历。哦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我的幸运。哦，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。你怎么证明你没干？等会儿啊！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去证明一件我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？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？不是，这不是急不急的。方案外泄，侯总比你急呀。小韩，先冷静一下。我们现在是例行的调查问询，是不是必须要的？你说呢？不是，这不是例行询问，你们分明就是在怀疑我嘛！问题是啊，那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偷自己的方案呢？我也觉得很奇怪呀，你为什么要偷你自己的方案呢？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呀？啊！再说了，侯总已经决定了用你的方案去竞标啊。当然了，给侯爵看的，就是希望他多提点建议，也是为了完善你的方案。我觉得，小韩，现在是公司的利益地位，你一定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一边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，开诚布公的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嘛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们根本就不是在怀疑我，而是咬定了这件事儿就是我做的，对吧？行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就多说两句。首先，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。是，当我看到我的设计方案摆在侯爵的桌上的时候，我的确很吃惊。而且我很郁闷，我心想，我这一次我的心血又要归功于别人了。但是呢，我又能怎么办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所以我心情很糟糕，我连中饭都不想吃，我只想休息，去睡一会儿，调节一下我的情绪。再其次，你们刚才说待我不薄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。是你们二位当时把我挖过来的，对吧？也是你们当初承诺我重金和职位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至今为止兑现过什么？我不想一直做别人的嫁衣，我也要生活，我也要吃饭。但是你们现在给我画的饼，我没法生活。并且，你们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都没有了，严重的践踏了我的底线。所以我觉得，我没必要在这儿了，真的。你说这话，你想干什么？想辞职啊？啊？好啊，智荣建设向来是来去自由的，尤其是对那种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的人，送你5个字。再见不远送。是我忘恩负义，我过河拆桥吗？
行。再见。走得好。开始我还半信半疑，他这一走，我至少信了80%了。你刚才没听见他说吗？他需要钱，这就是他的动机。我觉得也许是其他公司高价收购了他的方案，想阻止我们中标吧。真挺可惜的，他是个人才就是太计较于眼前的名和利了，也辜负了你的期望。辜不辜负倒无所谓。方案出来之前我还敬他3分，现在方案都已经外泄了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的事情了。那咱们现在这设计方案怎么办呢？重新再来过？现在就剩下2周不到的时间了，重新来过是来不及了，只能调整。这样，通知大家半个小时以后到这儿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一下这个事儿。好。看什么看啊？没事干是吧？都。你们事就是看着我是吧？行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你的咖啡。我爸说包小涵自己承认了，但是我有点不相信呀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不可能是包小涵。分析分析。侯总，侯总，侯总，就在刚才，公司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方案失窃事件，丢掉的是瑞吉酒店的一套准竞标方案。现在嫌疑人基本上确定就是包小涵，他已经主动提出离职，所有的工作群把他踢出去，避免公司的信息进一步泄露。现在剩下的2套方案问题还有很多，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们设计部必须在3天之内给出我一份超越前一稿的设计方案。在座的各位也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，不管是建议还是意见还是设计方案，只要最后被我们采纳，都会有重赏。还有，我今天放了包小涵一马，这是一个特例。你们所有的人要引以为戒，如果今后公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，别怪我侯志荣不客气。散会。不知道这为什么是谁能想得到？你这次还准备参与吗？参与啊！之前海神的项目丢了，我又重新做了一个，
然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，我感觉现在效果非常好。你还挺有心。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认真对待工作。那你继续好好工作吧。今天我们讲了水上迫降的理论要点，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实习了，所以请大家回去之后好好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消化一下。下课。老师再见。阿姨，我们酒店现在可以试住了，周末您来体验一下，提提意见，我派车去接您。兰琪请你了吗？啊，你也去？什么叫也呀？我好歹是11的亲爹，你以为他是请我们的？他宠的是你闺女。那你去嘛，11他亲爹。我是亲爹，我当然要去考察了。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干嘛呢？有事吗？哎呦，哎，你们还管破案呢？情报收集和分析是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假模假式的，分析出什么了？给我看看。我有个感觉，我觉得这些事儿好像不是冲着你，是胡总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小胡总不值得被盯一下吗？啊？你不能从心里就把我跟我爸区别对待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以后注意啊。这个马勇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确定，我只是把所有的异动都整理出来。你不确定，你瞎提什么？我爸跟马勇的感情比跟我还好呢。瞎专业，好好看啊！别忘了，去派出所，走，别动。哎呀，财神爷保佑啊！我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多做善事，回报社会。老板，阿弥陀。你在这多久了？我刚一直在这擦东西啊。听见什么了？我也没听见什么，我就听见你说什么阿弥陀佛保平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招财帽，它只招财，它不保平安的。你这太难为人家，你有什么心？消失。哦。阿弥陀佛，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。叔叔阿姨，哎，蓝琪，叔叔阿姨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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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意思，本来应该亲自去接你们的，临时有个会。哎呀，你那么忙，不用亲自接我们，这不我们也来了。哎，行李啊，我让他们先直接放到前台了，我们一会儿去取。我先带你们转一转。安总好，好。叔叔阿姨啊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堂，还行吧？哎呀，很别致啊，有品位。真的是不错呀，蓝琪。哎呀，太棒了，蓝琪！谢谢叔叔。
来，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餐厅，是可以看到大海的。我再带你去那边。太好了。啊，来，叔叔阿姨，看看我们酒店的外部环境。哎呀，真美呀！这就叫依山傍水啊！太棒了，真是。上次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大堂啊、门口啊都还在装修呢，都不开放。现在除了那边的商业区还有顶楼，基本上呢已经和正式开业没什么区别了。你们就放心的住，多住几天，你给我提意见啊。兰姐啊，提意见，你找她来就对了。她可以说是豌豆公主转世，她要满意了，你就踏实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我好像多难伺候似的。当年她飞国际航班的时候，恨不得把酒店当家，世界各地豪华酒店都住过了，这点她有发言权。这还差不多，你呀，好话不会好好说。我们的酒店呢是针对中层消费群体的，主要以舒适为主，跟豪华酒店呢是肯定没法比的。哎呀，这个酒店呀，最重要的就是浪漫舒适。你说太豪华了，人都得摆着架子，多累呀！对，咱们再去那看看哈。好，走走。这边走。哎呀，真是美呀！请。哎，好。哎，到了，叔叔阿姨。啊，就这2间，就在隔壁，一模一样的。你们看你们怎么分配？哎呀，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。我住下一间。好，走吧，阿姨。哎，哇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哎呦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，阿姨，这房间还满意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，有品位，有格调，我喜欢。让您喜欢就好啊，一会儿饿了下楼吃饭。好嘞。哎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，我看看叔叔去。好好好，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快去吧。好好享受。好。哎呀。妈，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这么美。我在蓝旗酒店呢。你怎么去蓝旗那儿了？你也没跟我说一声。我这不就跟你说呢吗？十一啊，蓝旗这酒店弄得真的是不错，你抽空一定得过来看看，听了没？是跟我爸一起去的吗？我才不跟他一起呢。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照片后面跳起来的是我爸呢。嘿，怎么跟个冤魂似的？这走哪儿都有你，居心叵测。英楠，你去哪儿了？去海边遛弯了，那太美了，那个沙滩。你遛弯遛到我手机里了，遛到我照片里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自己看。我看，这也能拍得进去？咱们依然有缘分。什么缘分？回你房间，老老实实的，不许再出来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好主意。吃饭叫我啊！就知道吃饭，饿死你！从现在起到开业前，我定期巡查，告诉所有领班、所有服务人员的仪容仪表必须符合规范。被我抓到1次，立马走人；3次以上，当值领班走人。你去忙吧。谢谢你对我爸妈的照顾，他们很开心。他们开心，
你就开心，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哎，你在那笑什么呢？我看你半天了。哎呦，我爸一遇见我妈就犯中二病，这么多年也没变。他们去哪儿了？兰琪接他们去酒店住了。卑鄙，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高尚，是高尚者的座右铭，不是座右铭，墓志铭。你说什么呢，然？跟你没关系。哎呀，行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打扰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谈恋爱去啊？哼，无可奉告。哎，有危险！我需要帮助。你会逢凶化吉的。什么人？椰王山坑罗顿鸡，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不要味精啊。行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让兰琪看见了，以为我怎么着你了？哪儿都有你，我拍个照片你也往里钻。瞧你那张牙舞爪的样子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是为这事儿啊？还在那儿笑，小心你乐极生悲。是，咱们可是为了11来的，为了孩子，咱不吵架，让人知道了笑话。你还知道啊？哎，英娜，咱们说正经事儿啊。兰琪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关键是她事业有成啊。11这次可不能犯宁了。犯宁也给他拧回来。像兰琪条件这么好的人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要什么有什么，跟11还有感情基础，这要再成不了。想想，他们俩之间还有什么能成为障碍呢？哇，拿这么多东西？是，不就住一个晚上吗？是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带那么多东西。我要去给晨晨他们做个大餐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主意。这鸡蛋我放边上，别弄碎了。哎，你这么多佐料都带去啊？都得带，这调味儿的、勾芡的、上色的、勾汁儿的，全都得带。哎呦，真是也不嫌麻烦，真是带那么多。还挺专业的。我的厨艺是我的泡妞利器，每个吃完我做饭的女孩都离不开我。你说什么呀？你泡妞？我给你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你拿去泡妞的呀？那不行，不给了。不是，我给你说了，开玩笑，闹着玩儿的，别当真。松手。哎呀，太认真了。哎，这能跟你过日子的人呐，那就是跟你吃泡菜泡饭都行的人。那不行啊，我的女人，我能让她吃泡面吗？那不光要天天吃我做的大餐，还得回来吃您做的红烧肉。那不行，我的红烧肉啊，只做给11吃。我呀，泡的就是11。哎呦，说什么话？那什么泡11，多难听啊！真是，就是想。最近啊，心不在焉的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觉得吧，看这讲话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可听到了啊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太合适了。不合适。丽丽这个不靠谱的，刚才给我发信息说让咱们接她一趟，收拾不完。
哎，凭什么呀？为啥你就要接他？我还要到你家集合。因为你优秀，你最优秀，他不是磨叽吗？一贯的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他。好吧，就冲你这句我优秀，那就接他喽。哎呦，行了吧，受不了。哎，你看我这耳钉好不好看？还可以。我觉得你今天口红颜色特别傻，一点都不适合你。限量一会版儿给你试下我新的。我说美女啊，我们就出去一天，你拿这么多箱子啊？这就是一晚上的东西啊，而且有很多重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搬呢。这就是女人，你不懂的。嗯哼，看你那样儿，麻烦死了。行了，走吧。你上这个车，叫你保镖开车跟着，大壮跟着他。好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家厨子。哎。不是，他得跟我一个车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今天一上来就惹我不高兴。你看你事儿的样儿。那行，那你跟他一车吧，你待会儿跟着我，没事儿。好了，别依依不舍的，上车吧。张师傅，先去丽景花园接我一朋友。哎，好。哎，我们来自拍吧。好啊。3、2，帮我拍好看点。你露了也会死是不是？不爱拍照。你看你弄得咱俩都不好。哎呀，我这什么表情啊？我也好丑啊！快，再来一个。看镜头。你说我还可以吧？带上我。不带。就我们俩，谁允许你进来了？心机，就这么着吧。问你啊，你为什么找了个女跟班？我爸姑子。再说男的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少来，肯定是你要求的。反正要搁我一准要求个帅哥。我要求这干什么？他单身还是结婚？好像单身吧。那太好。我们家厨子大壮是跟我拐了8道弯的远房亲戚，要是按辈分算的话，他还得管我叫奶奶呢。正好也是单身。他多大？28。大壮25。你看，女大3抱金砖，正好。你俩觉得怎么样？般配。好。昨天咱们刚拆了一栋，今天再凑成一段，正好扯平。完美。快点！干啥？给你孙子打电话？哎，还得看我孙子看不看得上去。免提。喂，壮啊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现在坐在你旁边那个女的，是我这个兄弟的跟班。他说呀，这看见你就一见钟情，欲罢不能，根本控制不住他自己，喜欢你喜欢的不行，真的。你看得上不？喜欢。我就知道我孙子肯定喜欢。你跟我说让我帮你介绍的，我可是把这个话都放在这儿了，我都已经把人给你放那儿了，你剩下的看你自己啊，去吧，皮卡丘。哎，别挂电话啊。好，谢谢姐啊。你好，我叫丁大壮。哦，你好。我们刚才互相介绍过了，我还叫51。我家在安徽黄山，家里有兄弟姐妹2个，我还有个弟弟。我今年25，以前是开饭馆的。身高184，不对，1.73米，体重82公斤，不抽烟不喝酒。以前开过火锅店，卖过烧烤，烤过骆驼。现在在晨家做厨子。他这个自我介绍太诚恳。人家这叫憨厚老实，懂吗？不像你们这种油嘴滑舌。一般人受不了，我告诉你。那是你那个保镖，你那个跟班太凶了，好吗？把人吓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没听清你说什么。你家是山西的？山西黄山的。山西是个好地方。不是山西的。那山东的？不是
我家是安徽的。哦，安徽大同的。不是。那山西黄山的？不是山西的，跟山没关系。那你家不是黄山的呀？是，不是。是还是不是？行了，电话挂了吧，挺费电的。没事，充电5分钟。你能不能争点气呀？在这儿还泡妞呢。没事儿，大壮不行，还有2壮、3壮，多的是人跟你接生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这事儿跟你安排的妥妥当当。他家到底哪儿的？还笑。2618，一起的吗？这边啊。这个哦，这个方向。我们在这边啊。我们在这边。哎，一会儿怎么安排呀？沙滩见吧。好了。哎，行了，不要了。行了，差点忘了。哎，我的房卡呢？进来。干嘛？进来再说。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房间在这儿。啊？不合适吧？给你美的，你住那边，我住这边。壮，把我行李拿到那屋里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又不住这间房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往那边走？我要检查房间。这房间有什么可检查的？这是我的工作。哎，你这个保镖真有点意思啊！他怎么什么都管你的？不是你挺有意思的，干嘛安排一个房间啊？那我多跟你待会儿不行？况且井水不犯河水，谁碍你事儿了？而且我们离那么远，我不能把你怎么着？真是啊！东西放好了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哦，行，回房间。哎，好嘞，姐。哎。房间我都检查过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就走了？啊？你看不出我在这很危险吗？嘿，你怎么危险？我是怎么着？母老虎把你吃了呀？你自己没数啊？我看了一下，我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没事儿，你快走吧。把门关上。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回房间。赶紧的，换衣服去沙滩。回个房间那么有气势。你住这个房间？对，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好的。那不关门呢？啊？你去帮我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啊？哦。哦。那个，有个事儿跟你说啊。你姐那边她好像有什么事儿找你。你没带房卡吧？没有。没带啊？那你去吧，去吧啊！什么东西？太不像话了，啊！你说他们，你会游泳吧？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会啊。会就好。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给我开门！你要拆房子呀？大壮，你给我进来！我看是谁，我给钱，谁不让大壮在这住？莫名其妙的，什么人啊你？你别有没事找事啊！大壮谁能住一起吗？怎么不能住一起啊？你给我装什么糊涂？男女有别不知道？哟，现在混的小宝贝儿是吧？他金贵，我告诉你，大壮更金贵。大壮20多年来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他们俩在一起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陈小姐，麻烦你还是注意一下措辞。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真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以后不认这朋友。行啊，侯爵，你现在想他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想他的话，我就回去告诉我爸，让我爸不要跟你爸合作了，再也不合作了。想得美，什么合作？滚！你们
算了，不就一个房间吗？大壮住里面，我住沙发。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个房间的事儿，懂吗？我侯爵的人，我不差你一房间，不能欺负我人，知道吗？你的人，你根本不是他。别给我废话！走了。侯爵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这张好孩啊，咋了呀？啥情况啊？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。那还游吗？游个屁游！那你不游，我们去游了。走了，拜拜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快点，泳衣都换好了。我这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啊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你都不用考虑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她这种大小姐脾气啊，不是现在报，一会儿得报，早晚都要报。所以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不能向她低头。可是那些都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他爸那层关系。就算他爸跟我爸告状，就算他爸不高兴不跟我爸做生意，那也没用，对吧？跟我身边的人，第一条就是不能受委屈。我也没那么脆弱啊。以前有的客户也会误解我们的职业，看不起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佣人、马仔，也有不尊重的时候。哎，那你们要是碰到这种人，一般都怎么揍他们？只能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承受能力强了就可以无视啦。要么就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。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！你们这种身怀绝技的人，这时还能自我反省，还能接受这种误解啊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有几个人不被人误解？你不也一样吗？被人误解是靠家庭背景，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努力去证明自己，别的都没用。对，你这个说的太对了。我就因为我这个家庭背景，之前我一朋友说我跟陈晨像，当时我就急了，说什么呢？师爷，你赶紧洗洗睡了啊！咱不跟那熊孩子一般见识，犯不着。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儿了，他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晨晨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小时候我见过他，哦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是他小时候啊，我见过他，他爸妈呀是老来得子，哎呦，把他宠的呀，跟你说都宠坏了，还念那么多书，还留学，还什么的。我看他学的知识啊，都被狗吃了，真是。哎，诗怡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找着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说你也是，今天跟我说那个什么，我这是激将法，那我就有点担心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激将过了，那会伤着诗怡的。我哪知道啊，我也没招啊，这意外太多了。我这套路我也套不住啊。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无招胜有招，你就慢慢套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那玩了，赶紧去睡觉去。睡觉。天到晚就给我惹事。闺女，蓝旗的酒店你一定要来，来了就是安保总监、高管、白领，不用再受气了。闺女，工作累不？累了就到蓝旗这儿来，别应酬了，图啥呀？
进来。这个是张姐给你做的凉茶，啊，让你败败火。谢谢。你说如果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条比较舒服，一条比较坎坷，你会选哪条？啊？哎，你要跟我聊这么深入的问题吗？不，我问错人了，你休息吧，睡觉吧。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用了，我真的问错了，你睡觉吧。哲学性的问题，我回答起来最带把了。首先，你这2条路是去哪儿的？人活着呢，最终都会死。啊，我懂了。你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岔路上，面前面临2个选择，一条平坦的路，一条坎坷的路，最终的方向都是死亡。啊，你在路口犹豫了许久，不知作何选择，今天求助于我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放在以前呢？追逐远方的梦，听风吹起了想象，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央，只盼有一天不再悲伤。那里有花，带着希望奔向远方，那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信片。